我重生怪兽戈尔赞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迪迦对抗怪兽，不仅直接吃了好兄弟梅尔巴，还帮迪迦打败邪神加坦杰勒，来上了一顿海螺大餐。只因穿越后我觉醒了吞噬进化系统，只要不停吞噬就能无限进化。而深知剧情的我并没想着如何灭掉迪迦，反而打算让迪迦给自己当打工仔。此刻刚睁开眼，我就看到了正准备破坏石像的梅尔巴。看着梅尔巴，我暗黄色的兽瞳里爆发出凶光，因为此刻的梅尔巴在我眼里就是行走的能量包。作为一个怪兽，系统有我最简单粗暴的生存法则，我对破坏城市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趣，因为那根本榨不出能量力。梅尔巴又叫了一声，他敲碎了右边石像的脑袋，瞪着大眼珠子示意我发什么呆，赶紧砸！我敷衍的咕噜一声，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左边那尊石像。梅尔巴见我动了，转头继续输出。我走到石像前，扬起右爪，气势汹汹的拍了下去。啪！一声轻响，我在接触瞬间收了9成力，只刮下一层石灰。接着我极其浮夸的往后退了2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哧带喘。划水必须彻底的划水，大鼓肯定在坠机的路上。迪迦苏醒是定数，我得留着体力等会儿操作。果然，天上飞燕号来了，其中一架冒着黑烟撞向金字塔。来了！我全身肌肉瞬间绷紧，刺眼的白光从残骸中爆破，撞入中间那尊迪迦石像的胸口。一瞬间，整片森林都在能量共振，石像表面的岩层剥落，露出了红、紫、银3色交织的躯体。迪迦苏醒了，恰！迪迦起身一震，光之能量直接震碎了残存的金字塔外壳。梅尔巴被气浪掀飞几百米，他愤怒的俯冲而下。初次变身的大古显然不适应，只能笨拙的翻滚闪避。后，梅尔巴稳住身形，对着边缘装死的我咆哮，意思是我在这拼命，你还不赶紧过来包抄？我趴在原地一动不动，冷冷的注视着战场。去帮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没了我的干扰，迪迦很快找回了节奏，一记侧踹踢飞梅尔巴，紧接着额头水晶红光一闪，强力型登场，力量暴涨的迪迦直接把梅尔巴当从车轮狠狠砸向地面。梅尔巴的肉翼直接粉碎性骨折，脊椎也被迪迦踩断。迪迦双手张开，高密度的迪拉修姆光流开始汇聚。梅尔巴绝望地盯着我，脑电波全是求救信号。就是现在！我猛地睁开双眼，7万吨的身躯爆发出恐怖的弹射力，像发穿甲弹一样撞向战场中心。迪迦大惊，强行中断蓄力闪避，心里估计在想：这戈尔赞太阴险了，居然这时候才救同伴。然而接下来的画面让所有人都傻了，我根本没看迪迦，直接冲到重伤的梅尔巴面前，反狙利爪死死卡住他的脖子，把他4万多吨的身躯硬生生提了起来。梅尔巴的眼神里全是茫然。好兄弟，你锁我喉干什么？借你的基因一用。我在心里冷笑。系统吞噬。我张开巨嘴，狠狠咬在梅尔巴的大动脉上，暗红色的漩涡成型，没有咀嚼，只有更高维度的掠夺。梅尔巴的生命精华、基因、血肉全被我强行吸干，短短3秒，他就化作漫天灰烬。丁吞噬梅尔巴获得超音速飞行躯体强制进化，剧痛袭来，我感觉到脊椎像被灌了钢水，背后的铠甲再也压不住生长的骨骼。撕啦一声，一对80米宽的暗红色巨翼破体而出，狂风席卷全场。迪迦胸口的灯开始闪烁，大古呆滞地看着我这个吃掉同伴还长出翅膀的怪物，三观都崩啊！我没理他，直接转向那2尊被砸碎的石像废墟，那才是顶级的补品。双翼一震，我滑翔到废墟上方，胸甲裂开10字缝隙，丁吞噬超古代巨人石像残片，金色光粒子如同瀑布般灌入我的胸口，强制同化法则镇压了一切台词，获得被动光能吞噬脉络，可吸收光线伤害转化为能量。我低头一看，胸部浮现出岩浆干的网状脉络，汇聚成一块暗金色的晶体，爽！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充斥全身。我打了的饱嗝，看向能量见底、红灯乱闪的迪迦，故意露出了一个戏谑的笑容。迪迦摆出防御姿态，准备死战，但我根本没打算动手。杀一个空蓝的新手有什么用？养肥了当我的寻宝雷达才是珍宝。我收起双翼，双爪猛地自入大地，强化后的挖掘力像撕豆腐一样撕开地面。在所有人见鬼般的注视下，我钻入地底消失不见，只留下迪迦在风中凌乱。与此同时，地底深处，黑暗与极致的高温是这里永恒的主题。我利用超古代怪兽天生的地底潜行本能，一路向下挖掘。随着深度的增加，周围的岩石开始变成暗红色的流体。我一头扎进了地下岩浆河中，数千度的高温岩浆包裹着我的躯体。对于人类来说，这是触之即死的炼狱，但对我而言，这不过是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温泉浴。不仅如此，我还张开大嘴，如同鲸吞海水般疯狂地吞咽着周围高纯度的地下岩浆。持续吞噬地心岩浆中获得微量地火元素，躯壳强化度正 0.1% 加 0.1%。随着滚烫的岩浆在体内被系统迅速分解吸收，我能感觉到自己原本灰黑色的外层鳞甲变得更加致密，甚至隐隐透出一种类似冷却后黑曜石般的金属光泽。而在鳞甲的缝隙处，暗红色的高能火光在缓缓流动。经过了1夜的岩浆潜泳，我已经将自身的各项指标稳固在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距离强化版戈尔在那种吸收了整个火山能量的完全体还有一点差距，但在常规怪兽级别中，我绝对算得上是顶尖的面板怪物。我在地底调整了一下方向，依靠着系统附带的微弱感知力，朝着太平洋上的一座孤岛全速前行。九良岛，如果剧情没有偏差，那里存在着大量的石头矿脉，而那些矿脉深处蛰伏着2头名为加库马的岩石怪兽，它们以石头为食，能喷射石化光线。既然是送上门的补品，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轰隆隆！当我接近九良岛地底的
的浅层矿脉时，我停了下来。前方传来了某种生物啃食岩石的沉闷咀嚼声，我悄无声息地掘开一层岩壁，探出头去。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一头浑身长满刺状岩石装甲，头上长着一根独角的四足怪兽，正趴在那里啃食着高纯度的矿石。加库马埃独角形两头加库马中较弱的那一只，似乎是察觉到了我挖掘造成的震动。加库马埃停止了进食，猛地转过头，那双如同琥珀般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啊！他发出一声极具警告意味的嘶吼，领地被入侵让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攻击。加库马埃头顶的独角闪烁起幽蓝色的光芒，紧接着一道蓝色的石化光线从他口中喷薄而出，径直射向我的胸口。换作是以前的戈尔赞，面对这跤大概率要翻车，变成一尊逼真的怪兽雕像，但我躲都没躲，甚至主动挺起了胸膛。石化光线精准地命中了我胸口的暗金色晶体。滴，检测到能量射击，石化光线，胸甲细囊脉络已激活，判定中，敌方能量层级低于宿主，抗性免疫生效，能量吸收中。蓝色的光线如同泥牛入海，没有在我的鳞甲上留下一丝石化的痕迹，反而被胸口的脉络尽数吞没，化作一股清凉的能量流遍全身。加库马埃傻眼了，他那不太聪明的脑瓜子显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百试百灵的绝招连给对方抛光都做不到。在他愣神的这半秒钟，我已经动了。6万多吨的吨位加上岩浆强化后的爆发力，我在地底溶洞中如同瞬一般跨越了100米的距离。我的右爪带着撕裂空气的音爆声，狠狠拍在加库马埃的脑袋上，砰一声闷响，加库马埃那根引以为傲的独角被我一巴掌直接拍断，他痛苦的惨叫出声，但声音很快就戛然而止，因为我已经张开血盆大口，一口死死咬住了他脆弱的后颈。系统胎饭了，暗红色的吞噬漩涡再次浮现，加库马埃疯狂地挣扎，粗壮的四肢在地上刨出深坑，但在我绝对的力量压制下，这一切都是徒劳。他身上的岩石装甲迅速剥落，血肉化作精纯的土元素与生命力涌入我的体内，不到10秒，这头几10米长的怪兽就在地下溶洞里凭空蒸发了。吞噬行星级怪兽加库马独角获得土元素亲和，骨骼密度提升，防御力大幅度强化，味道还行，跟吃冰糖葫芦一样脆。我舔了舔嘴角的残渣。就在这时，我的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震动，伴随着爆炸声和人类的惊呼声，一股熟悉的光之波动猛然在地表爆发。敌家来了，看样子是九良岛上的采石场工人惊动了另一只更强的加库马，圣卫队搞不定，大古又至极变身了。我猛地一踏地面，身体如同出膛的炮弹般向着地表钻去。此时的地面上，刚变身为复合型的敌家正陷入苦战，双脚加库马臂的力量远大于独角，而且防御力极高。敌家一套连招打在他背部的岩石甲壳上，只打出了一片火花，自己反而被加库马臂一头撞飞。敌家刚刚稳住身形，加库马臂便抓住了机会，张口喷出一道粗壮的石化光线，精准地命中了敌家的左腿。灰白色的石化效果迅速蔓延，瞬间将敌家的左腿从小腿肚到膝盖全部变成了僵硬的石头。恰，大古痛苦的闷哼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彩色计时器直接开始闪烁红灯。天空中，驾驶着飞燕号的宗方副队长和丽娜焦急万分，但他们的激光武器打在加库马臂身上，简直像是在刮痧。就在加库马臂准备乘胜追击，一举干掉敌家的时候，他脚下的大地突然毫无征兆的剧烈隆起，轰隆！整座采石场的地表犹如被引爆了上万吨炸药，漫天碎石中，我庞大的暗黑色身躯伴随着熔岩般的气息，狂暴的破土而出，6万多吨的重量落地，整个九良岛都仿佛发生了一场地核地震。是他，那只在金字塔破坏石像，最后还吃掉同伴的怪物。天空中，丽娜惊恐的尖叫声在通讯频道里回荡，胜利队的所有人心都沉到了谷底。一只加库马就已经把敌家逼入了绝境，现在又来了一只会吃怪兽的变态戈尔赞，全完了！我没有理会天上乱飞的苍蝇，转头看向半身不遂的敌家。大古此刻也绝望了，他拖着石化的腿，摆出了悲壮的起手式，准备同时迎击2头怪兽。看着半身不遂跪在地上等死的大古，以及另一边正低头蓄力准备发出致命一击的双脚加库马臂，我站在原地，忍不住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天空中，胜利队的飞燕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激光炮打在加库马臂的背甲上，连个印子都没留下。号，加库马臂咆哮一声，口中幽蓝色的石化光线再次喷涌而出，直奔敌家的胸口。如果这下打实了，敌家今天就得变成九良岛的新地标雕像。蠢货，别跪着了！我猛地往前踏出一步，6万多吨的沉重身躯直接挡在了敌家身前。砰！幽蓝色的石化光线毫无保留地轰击在我的胸膛上，然而胸甲上那片暗金色的吸能晶体瞬间闪烁起熔岩般的光芒，光线中蕴含的能量如泥牛入海，全被强行转化成了精纯的养分，反哺进了我的体内。不仅是加库马臂愣住了，我身后的敌家也懵了。他抬起头，那双发光的鸭蛋眼充满错愕地看着我宽阔的背影。在他的认知里，怪兽帮奥特曼挡刀，这简直比母猪上树还要离谱。我懒得理会大古那震碎三观的眼神，转过身，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我抬起粗壮的右爪，指了指他胸口已经开始闪烁红灯的彩色计时器，然后将2只短小的前肢在胸前做了一个非常生硬但极其眼熟的动作交叉，猛地下滑。敌家的身体僵硬了一下，虽然我的动作因为手短显得有些滑稽，但大古显然看懂了，那是他切换形态的标准起手式。下，生死关头，大古没有犹豫，他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双手在额头的水晶处交叉下滑，刺目的红光瞬间爆发，肌肉温章的强力型敌家再现。伴随着这股狂暴力量的涌入，附着在他左腿上的灰白色石化岩层寸寸皲裂，最终砰的一声炸成漫天齑粉。敌家重新站了起来，解决他。我转过头看向前方那头已经有些瑟瑟发抖的加库马臂，脚下猛地发力，轰！地面被我踩出一个深坑，我庞大的身躯犹如一辆开足马力的重型装甲车，瞬间冲刺到了加库马臂的面前。他慌乱的想要用双脚顶撞我，被我一巴掌将左边的脚拍得粉碎。紧接着我双手齐出，死死地钳制住了他的脖颈，将
将他强行按在地上。我转头看向迪迦，眼神示意他开大。迪迦深吸一口气，双手向两侧拉开，黄暴的火花能量在他掌心疯狂汇聚，化作一颗高密度的暗红色能量球，强力型必杀迪拉修姆光流，轰！炽热的光流撕裂空气，精准的轰击在加库马币的背部。几乎在光流命中的同一瞬间，我张开血盆大口，暗红色的吞噬漩涡在喉咙深处疯狂倒转。检测到高浓度光线技能攻击迪拉修姆光流，胸甲吸能脉络全功率运转，吞噬开始。目标怪兽加库马极溢出光热能量，在胜利队和迪迦震撼的注视下，加库马币甚至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就被光流的破坏力与我口中的吞噬之力前后夹击，庞大的身躯瞬间崩解成漫天光粒和血肉精华，被我一口鲸吞入腹，连带着迪迦那发必杀技的残余能量，也被我胸口的晶体一滴不剩的吸干。吞噬成功，获得高阶土元素亲和，防御力提升30%，成功吸收迪拉修姆光热能量，宿主火属性抗性大幅度提升，舒服。我打了个带着硝烟味的饱嗝，身后的迪迦胸口红灯狂闪，体力彻底透支，化作漫天光点消失在原地，而我则心满意足地扬起利爪，轻车熟路地撕开地表，钻入地下溜之大吉，只留给人类一个深藏功与名的潇洒背影。几天后，太平洋深处一座死火山的熔岩底部，我正舒坦地泡在几千度的岩浆里，消化着加库马兄弟带来的能量反馈。就在这时，系统的警报声突然在脑海中炸响，检测到近地轨道出现高纯度未知能源体，该能源体正以极高速度坠入大气层，降落坐标日本近海区，目标解析复合怪兽利加德龙，由木星3号探测飞船与未知宇宙发光体融合而成，内含极高浓度的等离子燃料与强电磁波能量。利加德龙，我紧闭的兽瞳猛地睁开，岩浆随着我躯体的震动而剧烈翻滚，这可是个好东西。远距离，这家伙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堡垒。它不仅拥有人类最顶尖的航空装甲防线，体内还储存着一整艘宇宙飞船的超高纯度能源。更重要的是，打赢它能解锁关键的电磁与探测能力。我毫不犹豫地翻身跃出岩浆池，顺着地壳的断层线，向着目标坐标全速前行。当我抵达现场的地下时，地表上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或者说单方面的碾压局。我通过系统附带的微弱感知探查上方的情报。利加德龙那犹如巨大银色甲虫般的钢铁之躯矗立在海岸边，它的外壳是木星3号飞船的特种合金融合了宇宙未知能量形成的，坚硬程度令人发指。复合型的迪迦正陷入苦战，他的手刀劈在利加德龙的背甲上，震得自己手臂直甩，他的飞踢刷在对方胸口，利加德龙连晃都没晃一下。相反，利加德龙那对宛如镰刀般的巨大机械利爪，每一次挥舞都带着刺耳的音爆。他猛地一记横扫，直接将迪迦抽飞出去几百米，重重地砸碎了一座小型山头。大古绝望了，物理攻击无效，激光武器更是给他刮痧。这东西完全就是个没有痛觉、没有弱点的战争机器。胜利队的飞燕号在天空中疯狂射击，但那些绿色的激光打在利加德龙的装甲上，连一点火星都没能溅起。人类的高科技武器在自己创造的工业结晶面前显得如此可笑。迪迦胸前的红灯开始急速闪烁，他勉强站起身，双手交叉，试图切换成强力型再拼死一搏。就在利加德龙背部的推进器喷射出幽蓝色的尾焰，准备给迪迦致命一击的时候，该我上场了。我在地底深处冷笑一声，将全身的力量集中在双腿，随后如同积压了千万年的火山般猛然爆发，轰隆！大地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坚硬的海岸线岩层瞬间被一股无法抗拒的狂暴力量从下至上粗暴撕裂，伴随着漫天飞溅的泥土与数以吨计的巨石，我庞大厚重带着暗金色暗纹的黑红色身躯踩着犹如雷鸣般的地盘震动声轰然破土而出。我出场的位置极其刁钻，正好卡在利加德龙冲刺的路径正下方，65000吨的体重加上破土而出的动能，我的脊背狠狠地撞在了利加德龙的下巴来，砰一声让人牙酸的巨大金属碰撞声响彻云霄。不可一世的钢铁堡垒利加德龙竟被我这一下直接掀翻在地，重重地摔了个底朝天，机械镰刀在空中胡乱地挥舞着。天空中，胜利队的通讯频道瞬间炸开了锅，是他，那只是怪兽的戈尔赞又出现了。星城队员大喊，他撞翻了那个钢铁怪物，他到底是敌是友？宗方副队长紧握着操纵杆，额头满是冷汗。我没有理会人类的惊骇，而是转头看向身旁刚刚站稳、满脸不可思议的迪迦。虽然没有专属的 BGM， 但我此刻的登场绝对堪称完美。我冲着迪迦扬了扬下巴，眼神凌厉，意思很明显，别看了，一起上，拆了他。大古在迪迦体内深吸了一口气。如果说上一次在九良岛，这只戈尔赞的出现还是个意外，那这一次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这头怪兽拥有着不下于人类的极高智慧，甚至有着某种明确的目的。但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现在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恰，迪迦点了点头，身上红光爆闪，直接切入强力型。利加德龙刚刚翻过身，推进器再次点火，想要升空想跑。我巨大的肉翼在背后隐隐浮现，但我没有展开，而是直接一个饿虎扑食，将庞大的身躯狠狠压在了利加德龙的背甲上。他背部的2根粗壮的排气管喷射出高温火焰，烧得我胸口的吸能脉络一阵发红，但我根本不管不顾，右爪死死扣住他左边那如同镰刀般的机械手臂关节。迪迦默契地冲了上来，双手死死抱住了利加德龙右边的机械手臂，双腿像生了根一样踩在地上。奥特曼与怪兽的混合双打正式开演，给我起！我在心里暴喝一声。经过岩浆与加库马双重强化的怪力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迪迦也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战吼，嘎吱嘎吱，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扭曲声响起。利加德龙那引以为傲的特种合金装甲，在我们这一奥一兽纯粹暴力的拉扯下，开始发生形变。后我右臂猛地发力，伴随着一阵电火花四溅的爆闪，利加德龙左侧的机械镰刀连带着大片装甲被我硬生生从他的躯干上撕扯下。同一
时间，迪迦也卸掉了他的右臂，失去了武器和平衡的利加德隆彻底陷入了瘫痪，胸口的核心装甲也被暴力的撕扯，露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缝，里面闪烁着高浓度的等离子幽光。就是现在，我毫不客气的一把推开身狂的迪迦，巨大的头颅猛地探向利加德隆胸口的裂缝，系统全面吞噬后，暗红色的吞噬漩涡如同宇宙黑洞般在我的巨口中炸开。利加德隆甚至来不及自保，他体内储藏的整个木星3号飞船的高纯度能源、未知的宇宙电磁能量，连同他那坚不可摧的合金躯壳，在这股霸道的法则之力下瞬间解体。无数幽蓝色的电光和银色的金属洪流被强行抽离，如同奔腾的江河般灌入我的喉咙。成功吞噬行星级复合怪兽利加德隆，吸收木星3号高纯度等离子燃料，能量储备大幅度扩充，吸收宇宙未知发光体基因。恭喜宿主解锁全新核心能力，强电磁掌控，可释放干扰电磁波，掌控微电元素。解锁辅助能力，全图生命雷达探测，可通过散发微电磁波探知方圆500公里内的生命体与高能反应。噼里啪啦，狂暴的蓝色电流在我的黑色鳞甲上疯狂窜动，我的双眼在这一刻变成了如同雷暴般炽烈的亮蓝色。力量，前所未有的充盈感让我忍不住仰天发出了一声畅快的咆哮，这才是真正的进化。战斗结束，满地狼藉的海岸线上只剩下我和迪迦并肩而立。大古在迪迦体内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看着我，眼中的警惕已经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甚至带着一丝感激的情绪。连续2次并肩作战，连续2次在绝境中解围。大古是个善良的人，他或许真的以为这只叫戈尔赞的怪兽是地球意志派来守护人类的盟友。迪迦向前走了一步，朝着我伸出了右手，那是一个极其拟人化的代表着和平与友谊的握手动作。天空中，胜利队的人也没有开火，丽娜甚至在通讯频道里激动地说，他真的是我们的朋友。我看着迪迦伸过来的那只手，又看了看他胸口已经停止闪烁红灯，但能量依然不算充盈的彩色计时器。朋友，我可是一头要靠吞噬才能无限进化的怪兽，人类怪兽怎么会和奥特曼做朋友？你们全都是我的能量储备库。我缓缓抬起右爪，似乎是想要去回应他的握手。大古面罩下的嘴角刚刚露出一丝微笑，下一秒，砰！我的右爪在半空中猛地改变轨迹，结结实实是大力沉的一巴掌扇在了迪迦的肚子上。大古根本没有防备这突如其来的背刺，迪迦庞大的身躯猛地弓成了虾米状，痛苦地跪倒在地。趁着他捂着肚子无法动弹的瞬间，我上前一步，粗糙的手掌直接按在了他胸口的彩色计时器上，胸甲上的吸能脉络瞬间倒转，不再是防御，而是掠夺。迪迦体内残存的光之能量顺着我的手掌强行被抽取出一大股，灌入了我的体内。迪迦胸口原本平静的计时器瞬间发出了刺耳的滴嘟滴嘟声，红灯狂闪到了极限频率。恰，大古抬起头，那双鸭蛋眼里写满了震碎灵魂的迷茫和崩溃。为什么刚才还在并肩作战，还在帮我拆机甲，为什么转头就抢我的能量？这怪兽他妈的有躁郁症吗？多谢款待，就当是收点保护费了。我满意的感受着体内多出的那股精诚光能，咧嘴一笑。赶在胜利队反应过来开火之前，我背后的巨大双翼猛然弹开，呼！狂风席卷，掀起漫天沙尘。我拍打着翅膀，在所有人见鬼般的目光中冲天而起，化作一道黑红色的流光，消失在了云层深处，留下心态彻底崩塌的大古跪在海岸线上怀疑人生。利加德隆的残骸还在太平洋的深处冷却，我那一巴掌夺走的光之能量，如同陈年美酒般在我的体内缓慢发酵。这股能量很独特，它不像怪兽的生物能那么粗暴，反而带着一种极强的秩序感，试图在我体内重塑某种规律。但我拥有的无限吞噬系统根本不在乎什么秩序，它像一台永不停歇的绞肉机，将这缕光能强行拆解粉碎，最终化作滋养我基因链的养分。我盘踞在深海的一处海沟里，感受着体内细胞的欢呼雀跃。吞噬迪迦的能量仅仅是开胃菜，这种抢夺行为带来的不仅仅是实力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我和迪迦之间微妙的盟友平衡。大古那小子现在恐怕还在心理阴影里怀疑人生吧。很好，这种混乱才是我想要的环境。我的视线投向了头顶漆黑的海面，得益于吞噬利加德隆后解锁的全图生命雷达，此刻在我的脑海中，方圆500公里内的所有高能反应都化作了清晰的红点，其中最耀眼的一个红点正漂浮在万米高空的电离层，像是一团不断蠕动的充满恶意的雷暴云。加佐特，那些被人类称为闪电人的生物，因为人类电磁波的干扰而变异，最终进化成了这种以雷电和血肉为食的空中掠食者。他们是一群狡猾的狩猎者，拥有着远超普通怪兽的灵智。既然送上门了，那就别怪我连锅端。我没有选择从地面起飞，那样太张扬，容易被胜利队的卫星雷达捕捉。我利用地壳断层，一路前行到了日本本土的一处人迹罕至的山脉。在这里，我调整了呼吸，背后的双翼并没有完全展开，而是仅仅露出了一小截，利用其特有的生物磁场，模拟出了一种类似于自然界气流的波动。随后，我双腿猛然蹬地，借助这一带地形的高落差，身躯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冲向了9天之上的苍穹。穿过云层，寒冷的稀薄空气包裹着我的身躯。很快，我看到了那朵云，那不仅仅是云，那是数以百计，甚至上千只闪电人汇聚而成的巢穴。它们在云层中若隐若现，像是一团充满电流的巨大眼球。而在巢穴的中心，一只体型庞大、浑身覆盖着硬质角质外壳、长着恐怖獠牙的怪兽加索特正悬浮在那里。
他显然也察觉到了我的靠近。滋啦，空气中响起刺耳的电流声，那团云层开始收缩，无数细小的闪电人迅速聚拢，在半空中汇聚成了一张扭曲的，像是某种昆虫模样的怪脸。朋友，好朋友，一段断断续续、充满干扰的杂音直接钻进了我的脑海。那是加佐特的交流方式，他在模仿人类的语言，企图用这种低级的伪装来降低我的警惕。朋友，我心中冷笑，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故意放慢了飞行速度，降落在云层边缘的一处悬空岩石上，将身体伪装成一种疲惫且渴望合作的姿态。那只加佐特见状，眼中的警惕明显降低了，他晃动着臃肿的身躯向我靠拢，他那满是尖牙的大嘴开合着，试图表达我们可以一起猎食的意图。他太自负了。这些闪电人自诩为高维生物，认为其他怪兽都只是知道破坏的野兽，而他们才是这片天空的主宰。是啊，朋友，我在内心深处回应着。同时，我背部的肌肉群开始疯狂蓄力。就在这只加佐特靠近到我身前不到10米，那充满粘液的触手即将触碰到我鳞甲的瞬间，系统开启超频爆发。我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我们短小却致命的双爪在这一刻化作了2道撕裂空间的残影，以一种人类肉眼根本无法捕捉的速度，死死扣住了加佐特那巨大的下颚和颈部。好，加佐特的伪装瞬间崩塌，他发出了尖锐的惊叫，那张扭曲的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他拼命地喷射出高压电流，试图电晕我，但没用的。吞噬了利加德龙之后，我本身就是半个电磁掌控者，这些电流不仅没能伤我分毫，反而像是一场舒服的按摩。你的电，我收下了。我不仅没有松手，反而更加用力地将它拖入我的怀中。我的胸口那块融合了加库马土元素、利加德龙等离子燃料的吸能晶体，瞬间爆发出暗红色的光芒。加佐特那原本引以为傲的恐怖放电能力，在这一刻变成了他的催命符。暗红色的吞噬漩涡从我的喉咙深处迸发，那是一种贪婪到极致的掠夺。加佐特体内的生物电磁能，他那作为闪电人族群核心的能量晶核，连同他那软绵绵的血肉，在这一刻被强行抽离、粉碎、吞噬。不仅是这只加佐特，连带着周围那些围观的闪电人族群，也被我这股霸道的吞噬引力瞬间扯碎，化作漫天纯粹的能量光点，如同飞蛾扑火般涌入我的体内。丁，吞噬大型空战怪兽加佐特，吞噬闪电人族群 X500，获得核心能力等离子电磁炮，可发射高能粒子束，直接干扰电子设备，瘫痪目标神经系统，获得飞行能力增强，反重力生物磁场，可无视空气阻力进行高机动飞行。随着能量的疯狂灌入，我能感觉到自己的骨骼在咔咔作响，不断重组强化。我的背后那对原本只是为了飞行而生的双翼，此刻变得更加宽大锋利，每一片鳞羽上都流动的蓝紫色的电弧。我甚至感觉到，只要我张开嘴，就能轻易吐出一道足以将整架飞燕号瞬间瘫痪的电磁射线。加佐特在绝望中化作了一滩虚无的灰烬，飘散在云层之间。这片曾经让胜利队头痛不已的空中巢穴，在短短几分钟内被我彻底抹去，连根毛都没剩下。我悬浮在高空，俯瞰着下方若隐若现的云端。现在的我不仅拥有了最强的地面防御，还补齐了短板、机动性和远程打击能力。而这仅仅是开始。我回想起系统面板上的下一个阶段，希尔巴贡、嘎地，那将是一场更有趣的竞试。就在这时，我那升级后的全图生令雷达突然捕捉到了地表的一丝异常信号，那是胜利队的指挥中心，也就是 TPC 总部的深处，似乎有人在研究某种禁忌的能量。我眼中闪过一丝戏谑的光束，正木镜无马，还是哪个不安分的科学家，无所谓，不管是谁，只要他敢把那些禁忌的能量拿出来，那就是在为我准备下一顿大餐。我猛地一伸双翼，在天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如同真正的黑夜主宰，悄无声息地向着地平线的尽头滑翔而去。迪迦，你的能量条准备好再次被我清空了吗？高空之上的冷空气顺着我新生的灵域缝隙划过，那种掌控雷电与制空权的感觉极其美妙。吞噬加佐特后，我的全图生令雷达不仅探测范围扩大，更具备了捕捉高维空间波动的能力。此时此刻，在我的世界里，除了地球表面那些微弱的生命光点外，还有一处极其刺眼的异常扭曲。坐标日本某郊区游乐场，那里不仅有着极高密度的怪兽生物反应，更伴随着一种让周围空间频频产生折射的诡异磁场。有点意思。我收敛气羽翼上跳跃的电弧，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颗无声的黑色陨石，向着目标坐标笔直坠落。在距离地面还有几百米时，我猛地张开双翼减速，同时启动了反重力生物磁场。6万多吨的躯体犹如一片落叶般轻盈地落在游乐场后方的一座荒山中，连一丝灰尘都没有惊起。我没有急着去游乐场里凑热闹，而是将利爪刺入泥土，顺着生物雷达的指引一路向下挖掘。很快，我挖穿了地下一处巨大的隐秘溶洞，刚一探出头，一股刺鼻的腥臭味便扑面而来。溶洞四周的岩壁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半透明，如同巨大肉瘤般的卵，每一颗卵里都孕育着一个丑陋的、长着触角的胚胎。这是嘎地的巢穴，那只喜欢在游乐场制造隐形透明屏障，把人类像抓娃娃一样困在里面当成储备粮的触手怪兽，而这里是它的产房。咔嚓，我随手抓起一颗比大象还要大上一圈的嘎地，扔进嘴里，像嚼宝浆撒酿牛丸一样咬碎。浓郁的高纯度蛋白质和生命精华顺着喉咙滑下，丁吞噬嘎地充满 X1，获得微量生命力。我毫不客气地张开大嘴，沿着溶洞的墙壁一路狂砍，几十颗嘎的蛋接连下肚。虽然不能给我带来质的飞跃，但那种纯粹生命力修补细胞的舒畅感依然让人欲罢不能。就在我准备把这一窝端得干干净净时，系统的提示音突然
然想起，检测到宿主体内生命能量已达到饱和阈值，建议保留部分高活性虫卵，解锁眷属养成模块，为未来建立宿主专属怪兽军团做准备。我咀嚼的动作顿了一下，专属军团，我现在的确很强，但以后如果要面对加坦杰厄那种级别的存在，或者是跨越宇宙去对付奥特之王，单打独斗确实不够砍，收几个有潜力的小兵，平时帮我打杂清兵、探路当炮灰，倒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清点了一下剩下的嘎滴蛋，正好还剩20颗。我从喉咙里逼出一丝暗红色的火属性与电磁能量，将它们包裹起来，进行2次催化孵化，随后将其掩埋在溶洞最深处。砰！就在这时，溶洞的上方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连带着整座荒山都剧烈摇晃起来。我抬起头，发现溶洞顶部的岩石竟然变得像水波一样透明扭曲，一种不属于地球3维空间的诡异折射光，带着彩虹般的绚丽色彩，硬生生切开了物理维度的壁垒。彩虹魔镜开了，那是属于另一头更恐怖的怪兽银龙希尔巴贡的专属异空间。在原剧里，这家伙可是靠着纯粹的肉体力量，把强力型迪迦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顶级蛮力鬼。我咧开嘴角，双腿猛地发力，直接冲天而起，撞碎了那层扭曲的空间壁垒，硬生生闯入了这个光怪陆离的异维世界。彩虹魔镜内部，天空是倒悬的，周围的山川树木都呈现出一种失真的蓝紫色，这里的重力与时间流速都与外界截然不同。恰一声充满痛苦的闷哼从前方传来，我拨开一片扭曲的树林，眼前的景象让我差点笑出声。大古这小子又在挨揍了，而且这次挨得特别惨。红色的强力型迪迦此时正被一头浑身覆盖着银色厚重铠甲，头上长着巨大双脚，体态犹如一头直立行走的霸王龙般的巨兽死死按在地上。希尔巴贡，迪迦试图用双手掰开希尔巴贡掐住自己脖子的爪子，但强力型那引以为傲的力量，在希尔巴贡这头纯粹的肉体怪兽面前，简直就像婴儿般无力。希尔巴贡极其嚣张地咆哮了一声，单臂发力，竟然将几万吨重的迪迦像扔破布口袋一样，狠狠地砸向了几百米外的一座石山上。轰隆，石山崩塌，迪迦胸口的红灯瞬间开始疯狂闪烁，打不过，完全打不过，物理防御被完全碾压，力量更是被全方位压制。迪迦艰难地撑起身体，摆出防御姿态，眼中已经透出一丝绝望，而希尔巴贡则耀武扬威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脯，迈着地动山摇的步伐，准备过去补刀。就在他路过我藏身的树林前时，喂，大块头！我一步迈出树林，庞大且带着电弧的暗黑色身躯横在了希尔巴贡与迪迦之间。希尔巴贡愣了一下，巨大的头颅转过来，那双昏黄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我。他显然没搞明白自己的地盘里怎么会突然多出这么个玩意儿。而另一边，本已准备拼死一搏的迪迦看到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大古的脑海里瞬间闪过被我抢走能量、被我扇巴掌的阴影，他甚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我没空搭理大古那复杂的心理活动，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眼前的银龙身上，这可是个极品沙暴。好，希尔巴贡被我的挑衅激怒了，他低下头，将那对如同钢铁铸造的巨大双脚对准了我，犹如一辆失控的高铁，轰然撞了过来，狂风扑面。这股纯粹的动能连我都感到一丝心悸。如果硬拼力量，现在的我或许能和他五五开，但没那个必要。我知道他最致命的弱点。就在希尔巴贡冲到我面前不到10米，迪迦甚至已经闭上眼睛，固然直视的瞬间，我突然停下了所有的动作，包括呼吸、心跳以及身上跳跃的电弧，在这1秒内全部被我强制归零。我像一尊真正的黑红色石雕，静静地伫立在原地，一动不动。轰！希尔巴贡巨大的脚掌在我面前半米处猛地刹车，带起的泥土溅了我一身。他那原本凶狠的眼神突然变得极度迷茫，他硕大的脑袋左看右看，鼻子疯狂地嗅着空气。在他的视网膜里，因为我停止了运动，我这座6万多吨的肉山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这就是希尔巴贡的阿喀琉斯之种，他的眼睛只能看见移动的物体，一旦物体静止，在他的世界里就是一团虚无。后，希尔巴贡疑惑地挠了挠后脑勺，他明明记得刚才这里有个黑不溜秋的家伙，怎么突然就不见了？他烦躁地转过身，将目光重新锁定在远处正在大口喘气、胸口还在起伏的迪迦身上。看到迪迦在动，他的怒火再次被点燃，迈开步子就准备走过去。我站在他身后，眼珠子微微转动，死死盯着迪迦，用极大幅度的眼神暗示他。大古毕竟不是傻子，看到这诡异的一幕，再结合我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他突然顿悟了。就在希尔巴贡转头看向迪迦的那一瞬间，迪迦猛地屏住呼吸，双臂僵硬在半空，摆出了一个极其滑稽的金鸡独立姿势，一动不动。希尔巴贡再次停下了脚步，他彻底懵逼了，刚刚还在那里的光之巨人怎么也凭空消失了？他愤怒地在原地转着圈，不停地挥舞着爪子砸向地面，发泄着找不到敌人的狂躁。而在他的身后，我与远处的迪迦对视了一眼，我们一傲一瘦，就在这头银龙的眼皮子底下玩起了1、2、3木头人。只要他一转头，我们就静止；只要他一背过身，我们就悄无声息的逼近。这种把顶级怪兽当猴耍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少了。当希尔巴贡第3次烦躁地转过身，背对着我时，游戏结束，我眼底爆发出骇人的凶光，胸口那块吸能晶体瞬间被点亮，体内属于加佐特的强电磁能量被我疯狂压缩到了喉咙深处。不需要蓄力，不需要起手势，一道粗壮无比、呈现出耀眼蓝紫色的高能等离子电磁炮直接从我口中喷薄而出，以光速狠狠轰击在希尔巴贡最脆弱的后颈处。毫无防备的希尔巴贡发出了他这辈子最凄厉的惨叫。等离子电磁炮不仅撕裂了他的银色鳞甲，那狂暴的电磁脉冲更是瞬间麻痹了他的中枢神经。他那引以为傲的巨力在这一刻彻底瘫痪，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我没有任何犹豫，双翼猛地展开，一个恶虎扑食，将他死死压在身下。2只利爪精准地扣住了他的双颚，用力一摆，咔嚓，骨骼断裂的声音在彩虹魔镜中回荡。系统给我吸！暗红色的吞噬漩涡如同地狱的恶犬，在我大张的巨口中疯狂咆哮。希尔巴贡体内的鲜血、肌肉、骨骼
个，连同它那最核心维系着这座彩虹魔镜的空间法则碎片，全都在这股暴虐的吸力下，化作滔天的银色光流，双狂涌入我的体内。后，这是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剧痛，仿佛有无数把刀子在我的细胞里疯狂切割，试图重塑我的空间感官。我强忍着基因撕裂的痛苦，大口大口地将这股高维能量吞咽下肚。仅仅10秒钟，不可一世的银龙希尔巴贡连一声求饶都未能发出，便在迪迦震撼到麻木的注视下，化作了一地银灰色的粉末。丁，成功吞噬高阶怪兽银龙希尔巴贡，基因重组完成，肉体强韧度提升400%。恭喜宿主成功提取空间法则碎片，解锁核心能力时空剑，可在周身制造出扭曲空间的绝对防御屏障，弹开一切物理与光线攻击。解锁核心能力次元穿梭，可撕裂空间壁垒，进行短距离瞬间移动及跨维度跳跃。嗡，伴随着系统的提示音，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周围原本诡异扭曲的彩虹魔镜空间，此刻在我的眼里变得像水面的涟漪一样清晰可控。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撕开它。我缓缓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粗壮的脖颈，发出咔咔的爆鸣声。我的鳞甲表面隐隐浮现出一层扭曲的透明光晕，那是时空界的力量外溢。远处的迪迦终于松了一口气，瘫坐在地上，红灯闪烁的速度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我像上次那样过去抢走他最后一点能量。但我今天心情好，这点残灯冷炙你自己留着吧。我没有理会大鬼，而是抬起右爪，对着眼前的虚空轻轻一划，湿了，就像是用纸浆划破布帛一样。彩虹魔镜的空间壁垒被我轻易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裂缝的另一端正是游乐场的现实世界。我迈开沉重的步伐，头也不回地跨入了裂缝之中。游乐场内此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一只长着2条粗大触边、外形类似直立甲虫的怪兽嘎的母体正疯狂地破坏着游乐设施。它在游乐场外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半透明屏障，把胜利队和无数游客都困在了里面。它极其狂躁，因为就在刚才，它感应到自己产在地下溶洞里的蛋被人偷吃了一大半。就在胜利队束手无策，准备用强火力强行轰击屏障的时候，嘎地母体的身后空气突然剧烈扭曲，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缝凭空出现。我夹带着彩虹魔镜的余威从裂缝中踏步而出，没有怒吼，没有警告，我直接发动了刚刚获得的能力次元穿梭。巨大的身躯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瞬间跨越了数百米的距离，犹如瞬移般直接出现在了嘎地母体的背后。嘎的母体甚至还没来得及转头，我的一只手已经像铁钳般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另一只手一把拽住了他那2条引以为傲的触边。你的蛋挺好吃的，作为感谢，我送你上路。我双手猛地向两侧发力，狂暴的纯粹肉体力量瞬间爆发，绿色的体液如雨般喷洒，在全场人类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我竟然硬生生将嘎地母体的2条触边，连带着他半个脑袋，活生生的撕了下来。嘎的母体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抽搐了几下，彻底失去了生机。随着他的死亡，笼罩在游乐场上空的透明屏障也如同玻璃般碎裂消散。我随手将那2条断掉的触边扔在地上，没有再去吞噬他的尸体。那种低级的能量，现在的我已经看不上了。我转过头，冷冷地扫了一眼远处的圣臂队战机，随后在他们敬畏、恐惧的目光中，再次划开空间裂缝，从容地引入其中。下一站，该去看看我那些小弟孵化的怎么样了。从游乐场离开后，我直接利用次元穿梭回到了之前埋藏嘎地虫卵的地下溶洞。刚一落地，空气中弥漫的浓烈血腥味和某种高频的生物电波，就让我挑起了眉头。我走到溶洞最深处，扒开覆盖在上面的岩层，原本留下的20颗嘎的蛋，现在只剩下了8颗，剩下的12颗蛋只剩下一滩滩干瘪的透明胶质残渣。而在那8颗完好无损并且体积暴涨1倍的巨蛋表面，布满了犹如呼吸般闪烁的暗红色血管，有点意思。胎里的优胜劣汰吗？我非但没有感到可惜，反而十分满意。怪兽的世界不需要废物，这8的小家伙能在孵化前就吸干同胞兄弟的生命力来强化自己，证明他们的基因里刻着纯正的掠食者本能。丁，检测到8对极高活性的怪兽胚胎，眷属养成模块已彻底激活，宿主可通过注入自身提取的不同高维能量，对胚胎进行定向基因突变。绑定后，眷属将对宿主保持绝对忠诚，且宿主可随时共享眷属的视野与部分能力。我盘腿在巨大的溶洞里坐下，6万多吨的体重压得地壳发出一阵沉闷的呻吟。我低下头，看着面前这8颗比重型卡车还要巨大的虫卵，伸出了右爪。既然要当我戈尔赞的小弟，原本那种只会甩鞭子和吐泡泡的低级形态可不行。我锋利的指尖在自己胸口的装甲上轻轻一划，逼出8滴蕴含着我本人精血的暗红色能量液。随后，我开始调动体内那座庞大如深渊般的能量库。第一滴精血，我汇入了在地心深处吞噬的岩浆火以及加固马的纯粹土元素。这滴沸腾的血液滴入第1颗蛋，蛋壳瞬间变成了犹如皲裂火山岩般的赤红色。第2滴，我提取了当初从迪迦体内强行抽走，一直没舍得完全消化的高纯度光之本源。这滴散发着神圣金光的血液融入第2颗蛋，原本阴暗的怪兽虫卵竟然诡异地散发出一种类似于奥特曼般的圣洁光辉。第3滴是利加德龙的等离子燃料加上加佐特的狂暴雷电。第4滴则是银龙希尔巴贡那最核心的空间法则碎片。第5滴，我回想起彩虹魔镜里那种扭曲时间流速的奇异磁场，将残留的时间异常能量强行灌入。第6滴、第7滴、第8滴，我分别将梅尔巴的超音速风暴基因、利加德龙的极致金属装甲基因以及我自己最本人的黑暗破坏能量注入其中。随着8种截然不同的法则能量灌入，溶洞内的生物磁场开始疯狂暴走，咔嚓咔嚓，令人牙酸的蛋壳碎裂声此起彼伏。最先破壳的是那只融合了
岩浆与土元素的嘎底，它没有了母体那种软塌趴的触边，取而代之的是覆盖全身的黑红色黑曜石装甲。两只前爪犹如重型流星锤，刚一出生，嘴里就喷出一股几千度的黑色浓烟，紧接着光之嘎地爬了出来。这大概是全宇宙长得最奇葩的怪兽，它拥有着嘎地狰狞的轮廓，但全身的鳞片却呈现出铂金色，胸口甚至隐隐浮现出一个类似彩色计时器的能量气管。如果大古看到这玩意儿，估计会当场脑溢血。电磁、空间、时间、装甲、狂风、暗影，短短10分钟，8只形态各异体长已经达到10米左右的初代变异嘎地，整整齐齐地站在了我的面前。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随便拎一只出去，都足以把现在的胜利对战机当成玩具撕碎。这8个小怪物睁开眼的第一时间，目光全都锁定在了我的身上，那是源于血脉深处的绝对威压与眷属羁绊。他们没有恐惧，反而像一群找到了靠山的哈士奇，迈着地动山摇的步伐朝我扑了过来。空间嘎的直接一个闪现，抱住了我的小腿；电磁嘎的浑身冒着蓝光，在我的尾巴上蹭来蹭去。最离谱的是那只光之嘎的，居然学着奥特曼的样子，对着我做了一个极其别扭的单膝跪地礼。而在我的脑海中，8道杂乱但纯粹的脑电波同时响起。爸爸。是我眼角抽搐了一下，这帮杀戮机器的智商似乎还停留在幼崽阶段，居然把我当爹了！闭嘴叫老大！我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庞大的威压瞬间让溶洞安静下来。8只小嘎的立刻乖巧地站成一排，虽然听不懂老大的复杂含义，但本能让他们选择了绝对服从。很好，我满意地看着这支初具雏形的8大帝军团，有了他们，以后那些繁琐的清场、找怪，甚至是布阵阴人的活，就有人干了。不过，地球的地下空间终究太小，不适合大规模养殖这种高维生命体，是时候给他们，也给我自己找一个真正的老巢了。我闭上双眼，调动体内的空间法则碎片，嗡，溶洞前方的空气瞬间被撕裂，一道巨大的次元裂缝缓缓张开，裂缝的另一端是濒临崩溃的彩虹魔镜。自从我宰了希尔巴贡，抽干了它的空间碎片后，这个异次元空间就失去了支撑，天空开始出现蛛网般的裂痕，大地的重力也在不断失常。我带着8只小弟大步跨入彩虹魔镜，或而后立，从今天起这里归我了。我站在魔镜的中心，胸口的细能脉络爆发出刺目的暗金色光芒，我猛地将双爪刺入脚下扭曲的大地，体内的空间法则混合着纯粹的黑暗能量，犹如无数条粗壮的锁链，强行定入了这片异空间的四面八方。轰隆隆，原本即将坍塌的彩虹魔镜，在我的强行重塑下停止了崩溃。那失真的蓝紫色天空被我霸道地染成了如同深渊般的黑红色，那些扭曲的树木被尽数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巨大黑曜石山脉和翻滚的岩浆河。丁，检测到宿主正在重塑此空间，专属领地建立成功，当前面积方圆300公里，可随宿主实力提升而扩张。领地特性：绝对隐蔽，能量隔绝，环境自适应，自己找地方去玩，饿了就出去吃点山里的野兽，不许去惹有光的人类。我一脚把试图抱我大腿的岩浆嘎的踢进岩浆河里，对着这群小弟下达了第1道禁令。现在还不是暴露底牌的时候，安顿好军床好。我站在领地最高的一座黑曜石山峰上，看着四周这片完全属于我的独立王国，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野心。既然我有能力稳固空间，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着把这个空间的面积再撕得大一点？想到就做，我将大量的等离子电磁能量汇聚在双爪，猛地向着虚空中的空间壁垒用力一扯。是啦，这一次我用的力气有点大，空间壁垒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平缓的扩张，而是被我硬生生撕开了一个直径超过100米的恐怖黑洞。然而，从黑洞里吹出来的不是地球上的空气，而是一股极其古老、狂暴且充满了霸道光之法则的宇宙风暴。那种光芒和迪迦那种温和的地球之光完全不同，它刺眼锐利，仿佛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神性审判。警报！警报！宿主暴力撕裂空间尺度过大，引发多维宇宙坐标重叠，检测到对面坐标为 N78星云管辖禁区 K76行星，检测到2股极度恐怖的超规格生命体正在快速靠近空间裂缝。K76，我浑身的鳞甲在这一刻瞬间倒数起来，前世的记忆像闪电般划过脑海。K76行星，那是个什么地方？那是奥特之王隐居的后花园，是赛罗奥特曼被雷欧穿上修行甲暴打的特训基地。我去惹那帮活神仙干什么？关，给我关上！我急忙想要收回双掌，愈合空间裂缝，但已经晚了。从 K76行星那边传来的恐怖引力风暴，瞬间形成了一个无法抗拒的宇宙漩涡。我这6万多吨的体重，在这个漩涡面前，简直就像是一片落叶。好，我发出一声极度不甘的咆哮，只来得及对下方那8个还在岩浆里玩泥巴的小弟发出一道死守老巢的脑电波指令。整个庞大的身躯便被强行卷入了那个散发着刺目光芒的黑洞之中。随着我的消失，黑洞在一阵扭曲中瞬间闭合，彩虹魔镜再次恢复了死寂。而在多元宇宙的另一端，一场极度荒诞却又凶险万分的跨界遭遇战即将拉开帷幕。空间裂缝闭合的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一台全功率运转的离心机。当重力重新回归身体，那种熟悉的地球磁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干燥、焦灼且充满了高能辐射的恶劣环境。天空呈现出令人压抑的灰紫色，地面是如同干涸血块般的暗红色岩石，连风里都带着一股烧焦的硫磺味。K76行星，在那一刻，我大脑里的第一反应不是探险，而是找死。如果说地球是新手村，那这里就是不折不扣的魔鬼训练场。奥特宇宙中，凡是和这颗星球扯上关系，都没几个善茬。我强行压下内心翻涌的恶心的6万多吨的身躯，像一座黑色铁塔般死死缩在2座巨型岩壁的缝隙间。我的皮肤紧贴着滚烫的岩石，利用刚刚融合的空间法则碎片，强行扭曲了周遭的光线，把自己伪装成一块不起眼的巨石。再快点，赛罗！不要用眼睛去捕捉动作，要用身体去感受。不远处，2道光影在碎石山间疯狂交错，一个是披着红色披风、拳风凌厉如火的格斗
大师雷欧，另一个则是穿着厚重修行铠甲，动作虽然略显笨拙，但爆发力惊人的年轻奥特曼赛罗。我甚至不敢大声呼吸，这两人的每一次撞击，易散出的光之能量波动，对我而言都像是滚油洒在了伤口上，那是纯粹的光，是我的天敌。一旦暴露，哪怕我吞噬了再多怪兽，在雷欧的宇宙拳法面前，也不过是个皮厚点的沙包，是个奇怪的生物。雷欧猛地停下动作，目光如电，直直地扫向我躲藏的方向。赛罗也紧跟着停了下来，护目镜下那双眼睛闪烁着警惕的光，我心跳如鼓。该死！虽然我有心掩盖，但怪兽的邪恶本能就像黑夜里的火把一样扎眼。这是一只体型矮小、背着魔不装物体的生物，正从我脚边路过。皮古蒙，这是 K76 特有的吉祥物，也是这颗星球上最弱小的生命。我伸出指尖，轻轻捻住它的后颈，把它提到了面前。我没有杀它，而是用爪尖在岩石上刻下一行古怪的符号，然后从利加德龙的躯壳里挖出一小块还没消化、蕴含着极高能量的高纯度金属矿石，塞到了他怀里。滚，或者帮我个忙！我的脑电波直接刺入他的意识，带着赤裸裸的威胁，往南边叫，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块矿石是你的。皮普蒙那双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惊恐，但本能的贪婪让他迅速点了点头。他抱着矿石，跌跌撞撞地向南跑去，嘴里发出尖细的叫声。那里有什么吗？赛罗被叫声吸引，立刻转头追了过去。雷欧狐疑地看了一眼我藏身的岩壁，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跟上了赛罗。我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一股真正令我灵魂战栗的压迫感从星球的天际线处降临了。那不是光，也不是能量，而是一种凌驾于所有法则之上的意志。整颗星球的重力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我引以为傲的伪装，我那融合了空间法则的隐匿，在那股意志面前，就像是皇帝面前的杂耍小丑，完全失效。那是一个眼神，轻描淡写，却足以让星系崩塌。奥特之王，我僵硬地趴在那里，体内的吞噬系统因为承受不住这种恐怖的压迫，竟然发出了刺耳的警报，随后强制进入了休眠状态。我甚至不敢动一下眼珠，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稍微流露出一丝敌意，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挣扎，下一秒我就会变成这颗星球上的尘埃。他没出手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巨人路过蚁穴，看了一眼却懒得去踩死。有意思的小家伙，那股意志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句淡淡的评价，不是赞赏，也不是威胁，而是一种类似于路边看见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般的审视。随后压迫带消失了，但我知道，如果我再多待一秒，那就是在挑战这位神的耐心。没有任何犹豫，我强行撕开了空间，我的动作快得甚至带起了一阵音爆，连那只皮古蒙甚至都没反应过来，我那巨大的身躯就一头撞进了漆黑的空间裂缝，逃，疯狂地逃，直到我重新跌入彩虹魔镜那熟悉的黑红色土地，闻到那种属于自己的腐朽且混乱的空气时，我才终于瘫软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种绝望的差距感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只要有系统，只要我够能吃，我就能在这个宇宙横着走。但今天 K76 的异形让我明白了一个血淋淋的真相，在那些真正的顶级战力面前，我引以为傲的进化连对方的注视都承受不了。还不够，我看着自己布满鳞片的双掌，眼中没有了之前的轻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冷酷与饥饿感。我从地底挖出一块储存已久的怪兽结晶，狠狠地塞进嘴里，嚼得粉碎。地球那些反派还是太温和了。我舔去嘴角的碎渣，眼神阴鸷地看向虚空。既然要变强，那就不能只盯着地球那点资源，我要更强，强到让那个所谓的王下次见到我时，不能只把我当成路边的石头。K76星的这段经历成了我进化路上的一座里程碑。我不是在为了生存而吞噬，我是为了跨越那个维度的鸿沟而进行的一场名为屠杀的盛宴。下一次见面，我要换个姿态。那一眼的恐惧被我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变成了最纯粹的暴力与饥饿。从 K76星逃回彩虹魔镜后，我没有休息，那股高高在上的意志像一根烧红的铁丝，死死勒在我的神经上。我知道我必须变得更强，不是为了在地球上称王称霸，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撕碎那张高为神明的淡漠面具。系统调出当前全球高能反应分布图，我的双眼在漆黑的魔镜中亮起凶光。地球上的怪兽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是威胁，而是一盘盘明码标价的定制基因强化餐。很快，雷达在远东地区锁定了一股极其嚣张、充满硫磺与地狱气息的暗能量波动，那是基里埃洛德人，一群自诩为地球神明的虚伪恶魔，喜欢用所谓的预言来彰显神迹。神，我倒要看看神有多少卡路里。我撕开空间裂缝，直接降临在了一座正处于火海中的繁华都市。此时的街道上，复合型迪迦正被一头类人形、脸上戴着诡异哭笑面具的恶魔踩在脚下。基里埃洛德人嚣张地展开双臂，背后升腾起巨大的火柱，他正在用脑电波向全人类广播他的教育，企图逼迫人类向他下跪。愚蠢的光之巨人，我是神，是统治这个星球的。他的广播还没播完，高空之上，我连反重力磁场都没开，直接收拢双翼，65000吨的庞大身躯犹如一颗黑色的天机动能武器，从云层中轰然坠落。轰！整座城市的柏油路面被砸出了一场8级地震。我那粗壮的双足不偏不倚，正好好的踩在基里埃洛德人的后背上。他那原本挺拔的脊椎发出一声极其清脆的断裂声，整个人像是被拍扁的蛤蟆一样嵌进了地壳。大古在迪迦体内都看傻了，他刚准备拼死一搏，结果敌人的神就这么被天降正义踩成了2维生物。可你是什么怪物？基里埃洛德人狂吐着蓝紫色的鲜血，双手猛地汇聚起极其炽热的地狱火，试图从下方将我烧穿。就这点温度，还不如地心岩浆泡澡舒服。我低头冷笑，胸口的吸能晶体瞬间光芒大作，将那些喷涌而出的地狱火
尽数吞没。紧接着，我弯下腰，一把捏住他的脑袋，将他从地坑里像拔萝卜一样拔了出来。系统吞噬，暗红色的吞噬漩涡直接笼罩了基里艾洛德人的全身，他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引以为傲的恶魔之躯，连同体内纯粹的预言本源，瞬间被我抽干。丁，成功吞噬高阶智慧怪兽基里艾洛德人。初代，吸收预言本源火属性基因达到突破临界点，躯体强制重组开始。在迪迦震撼的目光中，我原本暗黑色的体表开始崩裂，无数道如同岩浆般的赤红色纹路在我的鳞甲缝隙中疯狂蔓延，周围的空气瞬间被加热到扭曲，我的双爪、尾巴乃至头部的骨角都燃起了永不熄灭的红莲之火。恭喜宿主解锁第一战斗形态红莲戈尔赞火焰爆发模式，在该形态下，宿主物理攻击附带极致预言爆破，力量与破坏力提升300%。我仰起头，从喉咙里喷出一道冲天的火柱，将上空的云层直接烧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那种力量快要溢出来的狂暴感，让我忍不住想要找点什么坚硬的东西砸个粉碎。就在这时，全图生命雷达上，远在熊本市的地底深处传来了一阵极其规律的、属于高频机械震动的信号。正目静无的玩具盖欧扎克，我眼中的火焰跳动了一下。红莲形态虽然破坏力惊人，但防御力并没有质的飞跃。既然有了极致的矛，我就还需要一面极致的盾。而那头用来寻找地下遗迹的机械鲨鱼怪兽，正是由人类最顶尖的超合金打造的完美材料。我没有理会还在地上发呆的迪迦，背部火翼一震，直接化作一颗燃烧的流星，向着熊本市的方向破空而去。熊本市地下3000米，一头外形犹如巨大金属鲨鱼的机械怪兽盖欧扎克，正高速旋转着头部的钻头，在岩层中疯狂开辟睡斗。在他的驾驶舱里，这木镜无正满脸狂热地寻找着超古代遗迹的入口，但他找的不是遗迹，而是死神。轰！盖欧扎克前方的岩壁突然毫无征兆地爆开，我保持着红莲形态，犹如一尊来自地狱的火神，硬生生挡在了这台机械巨兽的钻头前。这是什么东西？戈尔赞为什么会是这种形态？驾驶舱里的正木镜无大惊失色，但他也是个疯子，直接将推力拉满，打我折死。给我钻碎它！盖欧扎克那足以粉碎金刚石的超合金钻头，带着刺耳的轰鸣声，狠狠地撞向了我的胸膛。我没有躲避，甚至主动散去了红莲形态的火焰。我伸出双手，死死地抓住了那颗高速旋转的钻头，剧烈的摩擦在我的掌心溅起漫天的火花。金属与骨骼的碰撞声让人耳膜撕裂，材质不错，归我了。我眼中凶光一闪，手臂肌肉瞬间膨胀，咔嚓！在正目镜无绝望的尖叫声中，我硬生生凭借纯粹的肉体力量，将盖欧扎克的钻头从中间直接掰断。随后，吞噬漩涡再现，不同于吞噬血肉生命，吞噬纯机械体带来的是一种冷冰冰的、犹如钢铁浇筑般的沉重。盖欧扎克那坚不可摧的超合金外壳、高频震荡系统被系统强行剥离，化作液态金属般的洪流，融入我的骨骼和表皮。至于里面的正目镜无，我故意控制吞噬力度，把它连同驾驶舱弹了出去。这小子可是个搞发明的人才，留着他的命，以后还能帮我把邪恶迪迦的石像挖出来当布品。现在杀了太可惜。丁，成功吞噬超合金机械怪兽盖欧扎克，吸收极致金属装甲基因。恭喜宿主解锁第二战斗形态。装甲戈尔赞绝对防御模式，伴随着机械重组的刺耳声响，我红色的皮肤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覆盖全身的黑银色厚重装甲。我的肩膀、关节处长出了锋利的反刃，胸口的吸能晶体被一层网状的超合金保护起来，整个人仿佛变成了一座不可摧毁的移动钢铁要塞。我挥动了一下手臂，沉重的破空声连我自己都感到心惊。红莲主攻装甲主防，此时的我才算真正拥有了在这颗星球上横行的绝对底气。但系统给我的惊喜还没有结束，时间流转，转眼到了万圣节之夜，夜幕笼罩下的城市弥漫着一股诡异的南瓜香气，街道上到处都是戴着面具的孩子。在我的雷达视野里，整座城市的空间磁场被一种类似于精神污染的能量扭曲了。一艘巨大的南瓜船漂浮在异度空间里，不断吸收着孩子们的梦想能量。异次元魔女基兰博，这老妖婆本身的战斗力弱得可怜，但她拥有的瞬间移动、制造残影幻象以及提取梦境的能力却极其恶心。原剧中，迪迦被她的分身戏耍得团团转，差点耗尽能量，但今天她遇到了我这个空间法则的祖宗。我没有惊动人类，直接用次元穿梭锁定了南瓜船的坐标，一步跨入了异度空间。好庞大的能量源，你的梦想一定很美味。基兰博发现了我的入侵，他那张犹如干瘪树皮般的脸扭曲着，发出刺耳的怪笑声。瞬间，他的身体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几秒钟内，几百个基兰博的幻影将我团团包围，在半空中飘忽不定。找不到我吧，大笨个子，就算你力气再大，打不到我又有神。聒噪！我连正眼都没看那些幻影。对付这种玩弄空间的杂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空间本身锁死，时空界开。我右脚猛地一踏虚空，体内属于希尔巴贡的空间法则碎片轰然爆发，一层透明的、带着彩虹色泽的结界以我为中心，瞬间扩张，将方圆10里的异度空间彻底笼罩。冻结？怎么回事？我的瞬间移动，我的残影，所有的幻象在这一刻如泡沫般破碎，只剩下基兰博的本体，像一只被粘在蜘蛛网上的飞虫，僵硬的悬浮在半空中，满脸惊恐。玩瞬移你配吗？我冷笑一声，身形瞬间切换为红莲形态，背后火翼一震，带起一道致命的火流星轨迹，直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我伸出燃烧着预言的利爪，一把掐住了他那皮包骨头的脖颈。不要是我把那些孩子的梦想都给你。基兰博凄厉的求饶，我全都要。巨口张开，吞噬漩涡爆发。基兰博的身体在惨叫中化作灰烬，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极其特殊的、带着梦幻般色彩的精神能量涌入我的大脑。丁，成功吞噬异次元魔女基兰博，吸收特殊精神体梦想能量。恭喜宿主精神力大幅度突破，解锁核心辅助技能影分身，可利用梦想能量与暗能量制造出具备本体50%战力且拥有独立尸体的分身。分身数量随精神力提升而增加。影分身，我微微眯起眼睛，这可是个神剑，不仅可以用来群殴，更可以在关键时刻用来挡致命伤。有了这招，哪怕以后再面对奥特之王那个级别的存在，我至少也有了逃命和周旋的底牌。红莲的爆破，装甲的防御，时空界的禁锢，影分身的诡辩，地球上的这帮反派用他们的尸体硬生生帮我凑齐了一套完美的技能树。我站在虚无的异次元空间中，透过被我撕裂的结界，看向下方璀璨的人类城市，最后将目光投向了深邃的宇宙星空。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我攥紧了拳头，感受着体内那翻江倒海般的恐怖力量。接下来格局该打开了，宇宙里的那些稀有品种，还有太平洋海底沉睡的那位黑暗支配者，是时候去收割了。如今的地球对我而言，已经从最初的求生修罗场，变成了一个经营精细的培育基地。站在彩虹魔镜的黑曜石山巅，我俯瞰着下方，8只幼年嘎地已经长到了20多米高，正凑在一起撕扯着一头刚被我从外星安岭抓回来的变异巨熊。但我很清楚，地球本土的这些土特产快被我吃空了。想要让基因所彻底崩坏，踏入那传说中的全能境界，我需要更高级的燃料宇宙人，以及那些跨越星系而来的战争兵器。既然他们把地球当成殖民地，那我就把他们当成罐头。我的第一批目标是那群在城市暗处玩弄缩放光线的臭虫乌鸦人。这群来自勒比克星的掠食者正开着他们那简陋的圆盘飞行器，四处绑架人类当奴隶。对我来说，人类是我的眷属潜力股，岂能让这群长得鸟头的杂碎抢生意？我根本不需要本尊出动，随手撕开一道空间裂缝，放出了融合了梦想能量与电磁控制的影分身。那是一道通体漆黑、闪烁着悠然电光的戈尔赞残翼，它直接降临在乌鸦人的秘密巢穴上方。不等对方反应，胸口的吸能脉络瞬间逆转，爆发出一场覆盖方圆5公米的超强电子风暴，所有的电子设备瞬间烧毁。乌鸦人的圆盘战机像蛇了翼的苍蝇般跌落，力可以引戈尔赞冲入巢穴，没有多余的动作，巨口一张，那股带着空间撕裂胆的吞噬漩涡直接将乌鸦人的首领连同他们的缩放武器一起卷入。丁，吞噬勒比克星人首领，获得核心技术空间折叠微缩射线，可对物质进行空间压缩，极大扩充储存空间。在巢穴的深处，我发现了几百个被关在密封罐里的奴隶，其中2个有着异于常人气质的男女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被外星猎人追杀的露西亚和扎拉。想活命就别反抗，我的意志通过精神波动直接刺入他们的脑海，空间裂缝再次张开。在露西亚惊恐的目光中，我不仅救下了他们，还顺带掳走了几名被吓傻的 TPC 顶尖生物学家和机械工程师。对，我要建立的不仅是怪兽军团，还要有一个属于我的人类眷属智能团。紧接着是那些降临在生物研究中心，企图同化地球生物的异形，但西马尼亚和普瓦木，这些由宇宙发光体组成的机械生命，拥有着极高的生物能密度。我本尊亲临，切换装甲形态。现在的我，全身覆盖着融合了盖欧扎克超合金的银黑色装甲，每走一步都能在柏油马路上踩出岩浆般的裂痕。面对古瓦木那足以压垮飞燕号的沉重身躯，我只是冷漠地伸出一只爪子，直接扣住了他那喷射毒雾的头部。嘎吱，纯粹的蛮力爆发，古瓦木的合金颈部像麻花一样被我拧断，随后红莲之火从我的指缝间喷涌而出，将这头庞大的机械怪兽生生烧成了一滩流动的金属溶液。吞噬成功，吸收高密度生物机械能，宿主肉身活性再次突破上限，彩虹魔镜空间稳定性提升，当前可承受极限，恒星级撞击。在清剿这些新外来客的过程中，我遇到了那个守着神秘吊坠，试图召唤守护兽马奇娜的少女沙姐。按照原剧情，她应该带着马奇娜离开地球，但我拦住了她。当体型巨大的马奇娜降临在海滩上，张开那对足以抵挡一切光线的坚硬外壳时，我并没有攻击，而是收敛了所有的力气，以一种平和的王的姿态走到了这个孤独了数百年的少女面前。星空之外，到处都是猎人。我用精神交流告诉他，马奇娜的壳可以保护你，但救不了你的家乡。留下来，这里将成为新的秩序中心。或许是被我体内那种融合了光与暗的诡异气息所震慑，又或许是感受到了彩虹魔镜中那片真正安宁的土地。沙季选择了沉默，他轻轻抚摸着马奇娜的甲壳。下一秒，我撕开空间，巨大的马奇娜发出一声低沉的顺从嘶吼，驮着沙季缓缓走进了彩虹魔镜那丰饶的草原深处。至此，我的老巢已经初具规模。核心区是我那8只已经逐渐显现出法则特性的变异嘎地军团，侧翼是防御力拉玛，作为重型运输与基地的马奇娜，后勤区是由沙季引导，露西亚和扎拉负责，加上那一批人类科研精英组成的文明火种。彩虹魔镜不再是一个荒凉的异次元，这里有高耸的黑曜石神殿、流动的岩浆河，以及被我强行折叠出来的微型城市。我站在这片属于我的领地中心，体内的系统不断发出进化的嗡鸣。当前宿主等级：行星级巅峰，半步恒星级，融合进度：火、电、光、影、空间、时间。但我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太平洋最深处，在那被诅咒的露露夜遗迹，那股令人窒息的黑暗已经开始复苏。大古那个蠢货最近找我的次数变少，
他正忙着应付那些被基里埃肉德2代蛊惑的暴民。那个被称为神的家伙正在重新积蓄力量，而正木静吾那个被我放了一马的疯子，正疯狂地在熊本市地下挖掘着。他以为他找到了通往神的捷径，却不知道他挖出来的每一块石像碎片，最终都只会成为我的盘中餐。去吧，把水搅得更浑一点。我闭上眼，感受着大地的震动。加坦杰厄，黑暗支配者，全人类的噩梦，也将是我迈向全能形态的最后一块拼图。我缓缓张开双翼，漆黑的羽翼遮蔽了彩虹魔镜的人造阳光，一种前所未有的肃杀之气弥漫开来。全员准备，最后一场狩猎开始了。太平洋的海水变得像铅块一样沉重死黑。我站在露露耶遗迹上方的孤岩上，能感觉到脚下几千米处，那个沉睡了千万年的恐怖生命体正在苏醒，浓稠如墨的黑雾正顺着海床的裂缝喷涌而出，遮蔽了卫星监控，也将整个人类世界拖入了绝望的阴影。终于来了，加坦杰厄！我的身体因为兴奋而轻微颤抖，体内的无限吞噬系统发出了从未有过的尖锐轰鸣，那是猎人见到终极猎物时的狂欢。但在面对这位黑暗支配者之前，我得先把家里那些碍事的杂草清干净。第一棵杂草是那朵开遍全球，让人陷入虚假梦境的末日之花奇杰兰。此时的城市里，无数人类跪倒在七阶兰那妖艳的黄色花瓣前，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在幻觉中走向死亡。大古那小子正开着飞燕号，在救人还是毁花的挣扎中痛苦万分。没用地光总是被无聊的怜悯束缚。我冷笑一声，身形在城市上空瞬间划开，不需要切换形态，我直接开启了红莲模式。我落下的瞬间，地表上万平方米的奇杰兰花海瞬间被预言点燃。我张开大嘴，胸口的吸能脉络全功率开启，将那些带着致幻麻药的黄色花粉连同花朵根茎里的古老生物能一股脑的吸入体内。丁，吞噬末日之花奇杰兰，获得核心抗性、精神控制免疫。由于宿主吞噬了全人类的梦境食粮，获得海量意志能量，系统进化率达到90%。人类从梦中惊醒，发出了惊恐的尖叫，但我不在乎，恐惧是他们活下去的动力。第二棵杂草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天才。熊本市的弟弟正木敬吾已经完成了他的壮举，他成功通过电磁转化，将自己化作光芒，融入了那尊被我保护得很好的邪恶迪迦石像中。哈哈哈哈！我也成了神，戈尔子，谢谢你留下的石像，现在你可以去死了。邪恶迪迦发狂地笑着，紫黑色的必杀光线，邪恶噬击，带着毁灭性的气息向我轰来，我连躲都懒得躲，装甲形态瞬间覆盖全身，光线撞击在我那融合了盖欧扎克超合金与利加德隆等离子装甲的胸口，除了溅起极点火星，连道白印都没留下。神，你对力量的理解太肤浅。我一个跨步自圆穿梭，下一秒，我的爪子已经死死扣住了邪恶迪迦的脖子，我甚至能听到正木敬吾在巨人体内惊恐的惨叫。我张开巨口，吞噬漩涡直接对在了他的彩色计时器上，吞噬中目标邪恶奥特曼伪神能量体，获得黑暗光之基因光暗转化枢纽碎片。我并没有杀他，只是像抽干电池一样把这尊石像里的所有能量榨取一空。正木敬吾像一团烂泥般被我弹了出去，而我手中的石像已经成了我通往全能之路的最后一块基石。轰！真正的末日降临了。太平洋中心那一座沉默的超古代城市露露耶彻底破出水面，身高200米，长满触手，外壳如同噩梦般狰狞的黑暗支配者加坦杰厄发出了足以震碎全球通讯网络的沉愣吼声，黑雾瞬间笼罩全球。大古变身的迪迦在这些黑雾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哪怕他切换成了强力型，在加坦杰厄那绝对的黑暗压制下，也仅仅坚持了不到5分钟。恰，迪迦的身体在黑暗中被石化，计时器熄灭，垂入了冰冷的海底，全人类彻底绝望了，世界陷入了死寂，到此为止了。我站在云端，俯瞰着下方在那儿耀武扬威的加坦杰厄，我转过头，对着身后的虚空挥了挥爪，撕拉，巨大的空间裂缝张开，去吧，把那些烦人的左家右鸟清干净。我下达了总攻令，8只已经成年、各具法则异能的变异嘎地军团率先冲出，岩浆、雷电、空间切割，他们像8柄利刃，瞬间在露露耶上空的左家群中杀出了一片血路。马奇娜紧随其后，他那连加坦杰厄的贯穿光线都能弹开的背甲，成了人类最后战机群最坚固的移动盾牌，而我则直接落在了加坦杰厄的正前方。系统检测到了终极黑暗源，由于宿主以及其所有关键要素全能进化程序开启，加坦杰厄似乎感受到了威胁，他那成百上千根足以抽断山脉的触手疯狂地向我袭来。滚开！我咆哮着，双眼变成了纯粹的亮紫色，时空界全开，方圆百里的时间被我强行延缓。我在迟缓的时间流里大步前行，每走一步，我都会从海底捞起一点东西，那是刚才迪迦战斗时散落的光，也是人类孩子心中还没熄灭的希望。大古，借你身体里的光之本源一用，我伸手隔空一抓，将海底石化迪迦体内那最后一丝微弱的光芒强行抽取出来，同时我张开大嘴，疯狂地吞噬着加坦杰厄溢出的黑暗迷雾。光、暗、空间、时间4大本源在系统的熔炉里疯狂撞击，我的基因链在这一刻彻底崩毁，又瞬间重构。丁，全能戈尔赞终极形态进化完成，黑红色的鳞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邃如宇宙，表面流转着金色星海纹路的神秘甲壳。我背后原本的肉翼退化消失，3对由纯粹能量构成的光暗之翼在背后舒展，每一根羽毛都像是一领次元刃。我的身高已经不再受限，随着能量的膨胀，我直接长到了250米，俯视着那头不可一世的大蜗牛。加坦杰厄这个时代不属于你。我抬起右手，掌心不再是粗鲁的火焰，而是一个微缩的黑洞。终结次元吞噬，我猛地将黑洞按在了加坦杰厄的脑门上，那种曾经让我在 K76 星感到战栗的压迫
感，此时竟然出现在了我的身上。加坦杰勒发出了极度恐惧的哀鸣，他试图缩回壳里，但我那被时空法则加持的力场直接无视防御，插进了他的躯体，疯狂的吞噬开始了。这位黑暗支配者的每一滴血，每一丝黑暗神性，都成了滋养我这个全能生命体的养分。整片露露耶海域在沸腾。10分钟后，那头曾经终结了超古代文明的恶魔，化作了一具巨大的干瘪残骸，最后崩解成灰。我站在废墟之上，吐出一口带着黑暗余温的主气。我的气息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不再是怪兽，也不再是奥特曼，我是这个星球乃至这片星区最强悍的生命主宰。我转过头，看向远处那一丝破晓的黎明，我屈指一弹，一股纯粹的光之生机射入海底。石化的迪迦开始复苏，大古会活下来，但他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主人已经换了。老爸，8个已经满身血污却兴奋不已的小弟围了上来。我看着他们，又看向彩虹魔镜里那些正欢呼的人类。回去了，我淡淡的说道。我回爪撕开了一道永久性的空间门，带着我的军团和战利品，消失在了初升的太阳下。从此以后，地球上流传着关于光的传说，但在极少数人的认知里，他们知道，在彩虹的另一端，在那片静寂的魔镜里，坐镇着一位真正的俯瞰众生的全能之王。而在 K76星的某个山巅，那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若有所感，望向这颗蔚蓝星球的方向，嘴角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雏鸟，周瑜长出能够切开星空的羽翼了吗？进化永无止境，而我的狩猎才刚刚延伸到宇宙的深处。